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子。先前影片中有分享过投资理财的书籍观点及方式，就是增加资产和减少负债。资产就是能把钱放进我们口袋的东西，而负债是把钱从我们口袋拿走的东西。由于乌俄战争和先前的新冠疫情，导致劳动力短缺、物流延迟、供应链断，最后全球发生通货膨胀，美国升息，导致全球货币回流美国，进而影响到其他国家货币贬值，物价越来越贵，而我们的钱也越来越小。富人会买资产保值，抗通膨，增加财富价值。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需努力学会怎么保护自己的财富。因若不学会购买资产，钱最后也会被通货膨胀吃掉。今天要跟大家探讨的是，为什么有钱人会想买以下这5大资产，创造被动收入或者守住财富。让我们来了解富人们的金钱理财观念，看哪些是值得我们复制和学习的。不动产，大家都知道，房地产是最能保值，且是上涨潜力最大的不动产。大多数人认为房地产是一种资产，因为它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，而且随着时间越长，房地产的价值会越来越高，甚至是5年翻1倍。但全部的房地产都是资产吗？假设房子是出租收租金，或出售房屋获利，便可以将其视为资产，因为只有房子带来正现金流时，才算资产。如果是用贷款去买的房子，需要每个月还款的话，这时候房子会算是负债。而若房子是自住，又背负着贷款，通常也会算是负债，除非有把部分空间租出去，这才会算是一个资产。另外，房地产有2个可以获利的方向。第一是有提到房子或空间出租，每个月可以获得正现金流。第二是房地产增值。假设现在用600万的价格买了一间房地产，可能3年后房地产的价值增值到了1000万，计算3年获利400万。若想套利，则有2个方法。第一个方法是将房子卖掉，但很多人都是自住的，不会卖，故就会用到第2个方法，就是和银行申请贷款，再借一笔钱。但是在融资的前提是要能够善用那笔钱，因为还是要还利息的。最重要的是，若大家真的想要买房地产出租当成资产的话，一定要做好功课，也要认真的研究地段和附近的建设与人流。最后要做的事就是判断买入的时机点了。2. 有价证券、金融投资产品，例如股票、ETF、基金和债券等。巴菲特说，凭运气赚来的钱，未来很大的机会也会凭运气亏回去的。市场上90%以上投资者都是散户，通常比较没有考虑自我风险的承受能力，也没有考虑是否具备良好的交易能力。在这情况下，就进入金融市场，就和赌博没有差别，因为没有技术，没有计划，纯靠运气。对股票的想法不是涨就是跌，忘了人也会在股市中犯错，也要去学会知错能改，修订投资方向，还需从失败和挫折中得到宝贵的经验。对于资本市场，无论是股票、ETF 还是基金、债券，或是其他的投资理财商品，其主要功能是保值，然后才是升值。也就是说，资本市场虽然可以让大家获得比银行利息还高的收益，而且还能抗通膨，但绝对不是让人可以一夜致富的地方。虽然有时候有机会买对一家好公司的股票，确实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，但投资理财的初衷是想获得长期复利，希望每年都能赚钱，也都可以跑赢通膨。故就算你可以连续2年都靠着好运气得到报酬率100%，但万一第3年运气不好，亏损90%的话，则3年的努力就会化为乌有，甚至还亏本。所以身为散户的我们，一定要时时刻刻警惕自己，投资有风险，要设立好停利点及停损点，切勿贪婪一直追高，也要去研究好每个投资的公司、标的和组合是不是真的好或适合自己，一定要保持理性的以及有价值的投资思维。3. 流通保值的物品，例如黄金、钻石、艺术品、
这些物品就算发生战争时，也是可以保值的，甚至还会涨价。纵观历史，若因改朝换代，则金钱、货币可能就会变成废纸。世界各国公认能做交易的，就是黄金、钻石等这些物品。而有艺术价值的美术艺术品，连同黄金和土地，则被称为世界上3大最高质量之资产，因为它们都是保值的，且长期来看，价值和价格只会往上升，没有往下降的原因是艺术品，它们已保存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也代表着人类精神的最高水平，并可以延续相传，且经过多年发展，均具有很高的价值。大家可以看到历史案例，像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，就在圆明园抢夺黄金和艺术品，可见这些物品价值之珍贵。4. 智慧和专利。智慧和专利是属于无形财产权的一种，其由发明人、创作人或设计人创造产出的作品或品牌。举凡像是作家写书，或是像 Michael Jordan 建立球鞋的品牌，这些都算是智慧和专利。现今在这世代，几乎每个人都能建立起个人的品牌，例如很多人在 YouTube、IG、TikTok 平台上推广自己的创作作品，或者是卖商品或教学课程。因目前 AI 及互联网盛行，大家都会选择花较低成本在网络上做生意，有些甚至是零成本，但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、耐心和技术才能完成。故可以趁着年轻，掌握更多互联网以及各个平台的一些演算法。此外，也有很多聪明的人会拿钱去投资自己，不断的提升自我的思维和智慧。更有不少有远见的父母会选择投资培养自己的儿女，这些都是未来可预见的，可以得到很好的成果。5. 创业，例如用自动化去经营企业。当你在公司的时候，公司营运得很好，但若你不在公司的时候，公司要运营得更好。要达到这个境界，你就要去学企业管理，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帮你管理公司的后勤、出谋划策，以及帮你拓展公司。企业家或老板，他们的目标就是什么都不用做，就会有钱进账。另外，大家应有发现，当我们去逛街时，走到店里，通常都没有发现老板在店内，店里只会有员工和经理，就算没有老板，生意还是能照做。这就是最值钱的资产企业。而倘若是我们创业做生意，自己还是得下场，凡事亲力亲为。例如，夜市的各家小吃摊都是老板亲自在经营，帮顾客服务。倘若未来店内业务量增加，规模变大，老板就会引进自动化系统，运用系统帮忙管人、管钱，那就会变成是企业。另外，创业或做生意可以分成2个种类，一种是从零开始做起，自己研究企业的特点，例如公司产品定位、建立品牌形象、引进自动化或电子系统、经营团队创建等等。另一种是直接只投入金钱，加入连锁体系之商业模式，只负责支付给连锁总部费用，然后就可以借用别人的品牌和系统，省下不少自我摸索的时间，以及比较不会浪费尝试成本，就可以直接开一家店做生意营运赚钱。但问题是，刚开始时投入成本费用会比较高，自然相对的风险就会比较低，因为通常会开放连锁，代表那个连锁企业规模应该已经不小了，也已经被验证成功机会比较大。世界级投资专家巴菲特平均每年获得收益的报酬率为 20%， 在投资界已经被尊称为神。但是如果你成功做成一间企业，也可以很轻松的每年赚超过 20%， 甚至更多，那就可以算是成功的投资者企业家。但问题就在于启动资金和风险，要如何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资产？相信很多人都有听过直销保险多层次营销。若许久不见的朋友突然间约你出去，或打电话给你，你是否会怀疑他们的动机呢？其实有些人很抗拒直销、多层次营销、保险，因为他们太会说了，很容易就说服人。这应归功于他们背后的公司以及团队都有提供训练，
能说服人的话术，进而练就了他们一身的好功夫。不可否认，例如多层次营销，其背后的商业模式就是有分上线和下线。下线有卖到产品，上线就可以分钱，所以上线会努力招下线，也会努力培养下线，这就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。因只有上线倾囊相授下线，才能帮他赚钱，这就是分钱模式，钱越分越多。而身为下线的你，如果再找到下线，你就可以多一个人帮你赚钱，故你就会更努力的去找下线。而且假设往后你不再卖产品，只要赚分团队的钱也就够了。故多层次营销的关键就是在于那个直销公司是否能长久，因只要够长久，你就能一直赚到团队的钱。故很多人就会选择加入口碑好的多层次营销公司。现在很多直销或保险都不需要囤货，也都是可以从零成本开始，而你损失的顶多也是你的时间成本，故这些也算是一个赚钱的平台。倘若有用心去经营，有了下线，这份工作就会转变成是你的资产。最后建议要去投资这5大资产前，也就是大家在还没有赚到钱之前，先必须做好观察、学习和布局，不断的提升自我，并拥有世界观。总结，富人会不断的利用现金创造资产，而穷人会不断的消耗现金创造负债。我们可以学习成为富人，优化好资金配置，以及能创造出更多的资产哦。